各位新老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，收看本期的节目。您是不是以为像李嘉诚这样的香港首富，能把偌大的商业帝国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平时吃的肯定都是山珍海味、千年人参？但您绝对想不到，李先生餐桌上最受青睐的一道家常菜，居然是咱们早市上几毛钱一斤的胡萝卜。这红彤彤的便宜菜，被懂行的老中医称作穷人版的小人参。为什么身家千亿的首富偏偏看上了这最不值钱的胡萝卜？今天咱们不聊他怎么赚钱，咱们聊聊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，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保命本钱。李先生的私人医生曾经着重指出过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秘密。上了年纪的朋友，如果您平时经常觉得手脚发麻，千万别掉以轻心，觉得只是干活累着了，这很可能是血管里隐藏的血栓在给您敲门。预警做大生意的聪明人讲究危机前置，也就是永远要在晴天的时候把屋顶修好。咱们老百姓保养身体也是同一个道理，得防患于未然。医生特别强调，要想对付手脚发麻、清理血管垃圾，光吃胡萝卜还不够，一定要把它和咱们厨房里都有的黑木耳搭配在一起吃，才能事半功倍。屏幕前的老友们，您最近有没有觉得手脚发麻或者偶尔发木的情况？如果有，您可以在评论区打个有字，咱们一起交流交流。那么这一红一黑两样最普通的食材，到底藏着什么神奇的互补智慧？究竟该怎么搭配着吃，才能把咱们老旧的血管彻底打扫干净呢？您踏踏实实花上几分钟往下听，今天我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清楚，保证您一听就懂，一学就会。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样宝贝——胡萝卜。在很多老哥哥、老姐姐的认知里，总觉得越贵的东西越养人。逢年过节，儿女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进口保健品、昂贵的营养液回来看您，您看着那精美的包装盒，心里虽然高兴，但吃下去到底有多大用处？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没底。咱们人的心理就是这样，对几千块钱一盒的补品视若珍宝，却对菜市场里2、3毛钱一斤，带着新鲜泥土气息的胡萝卜不屑一顾。但这正是普通人和顶级智者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别。在商业世界里，李嘉诚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质，叫做克俭抵奢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即便他已经富可敌国，手里握着几千亿的资产，但他依然戴着几百块钱的普通手表，穿着款式最简单的深色西装。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用昂贵的外表来向别人证明什么，真正有用的东西往往有着最朴素的外表。把这个道理放在咱们的饭桌上，也是一模一样的。胡萝卜为什么被老一辈的中医称作穷人版的小人参？因为它是咱们身体名副其实的底层砖头。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就像是一座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，墙皮开始脱落，水管开始生锈，这都是自然规律。很多人一看到老房子漏风了，就赶紧去买昂贵的进口墙纸来贴，也就是吃昂贵的保健品，却忘了最重要的一步，你得先把墙缝里的水泥给填实了。胡萝卜就是给咱们身体打底的好水泥，它里面含有极其丰富的胡萝卜素，这东西一进到咱们的身体里，就能转化为维生素 A。 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总是抱怨眼睛干涩、迎风流泪，或者是看东西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这其实就是身体在向您讨要胡萝卜素了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能帮着咱们滋润五脏六腑，让咱们的肠胃保持通畅。您想想，如果每天的吃喝拉撒都能顺顺当当，人的精气神能不好吗？年轻时总想摘天上最贵的星，老了才明白，菜篮子里最便宜的菜才是咱们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但是很多人之所以忽略胡萝卜，就是因为它太便宜，太容易得到了。
这就像很多人做生意，总想着去投机取巧，去抓那些所谓能一夜暴富的风口，却极其嫌弃那些利润微薄，但每天都能带来稳定收入的本分买卖。李嘉诚先生之所以能把生意做到全世界，就是因为他从来不嫌弃小钱。他手底下有很多像自来水公司、电力公司这样的基础产业，利润不高，但每天都有进账，细水长流。咱们养生就得学这种细水长流的智慧。几十块钱一斤的补品，您不可能天天吃，您的脾胃也受不了那种猛药的刺激。但是几毛钱一斤的胡萝卜，您可以今天切丝凉拌，明天切块炖汤，后天和面蒸个包子，它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您的气血，日积月累下来，这就是一笔无价的健康存款。不过话说到这儿，李先生的私人医生要提醒大家了，咱们的身体这座老房子，光靠胡萝卜这一块好水泥来修补是不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咱们身体里最大的隐患不是营养不够，而是垃圾太多，尤其是咱们血管里的垃圾。年轻人血管像清澈的奔腾小溪，咱们中老年人的血管多多少少都像用久了的下水管道，管壁上沾满了油污和水垢。这时候，如果您还是觉得偶尔的手脚发麻只是累着了，不去理会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那正是血管即将堵塞，血栓正在形成的危险信号。在商业上，如果在危机爆发前没有做好准备，企业就会面临灭顶之灾。在健康上，如果对这些微小的麻木感视而不见，等真正的大病找上门来，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原装的好身体了。那么面对血管里的这些顽固垃圾，胡萝卜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？答案是独木难支。这就是为什么私人医生千叮咛万嘱咐，胡萝卜必须搭配一样黑色法宝黑木耳，才能真正打通咱们身体的生命通道。这一红一黑的组合，究竟是怎么把血管里的垃圾一点点清扫干净的？它们俩在锅里又该怎么碰撞出最好的吸收效果呢？接下来咱们接着为您揭晓这个能让您事半功倍的黄金搭档之谜。刚才咱们聊到胡萝卜是修补身体这所老房子的好水泥，但老房子最大的隐患往往不是墙皮脱落，而是深处的下水管道堵了。不知道您平时在生活里有没有过这样真切的体验？早晨刚从被窝里坐起来，突然觉得手指头一阵阵发麻，像是有无数根小针在肉里面扎。或者是去菜市场买菜，拎着几把青菜没走多远，手腕就酸胀得使不上劲，甚至有时候夹菜连拿筷子都觉得不太利索，手里像隔着一层棉花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咱们很多要强的老一辈人总爱摆摆手说没事，就是这2天带孙子做家务累着了，老胳膊老腿的，歇一歇就好。咱们很多老人家心疼孩子，知道儿女在外面打拼不容易，自己有点小毛病总喜欢瞒着，觉得挺一挺就过去了。但今天作为您的健康观察员，我得把李先生私人医生的那句严肃警告再搬出来给您提个醒了。医生明确指出，中老年人频繁出现的手脚发麻，绝不仅仅是累着了那么简单，在很多时候，它是咱们血管深处隐藏的血栓，在给您发出危险的敲门预警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别用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，就用咱们最熟悉的生活常识来拆解。您就想象一下，咱们身上的血管就像是一套用了几十年的老旧自来水管，年轻的时候那水流得多欢畅，清澈见底，冲刷的管壁干干净净。可随着咱们岁数越来越大，新陈代谢变慢了，血液里的杂质、多余的血脂，就像是水管壁上日积月累的泥沙和铁锈。慢慢的，泥沙越聚越多，水流是不是就变慢了？
当这些泥沙结成了硬块，堵在了重要的通道上，这在医学上就叫做血栓。那为什么最先发麻的总是手和脚呢？因为手脚在咱们身体的最末端，离心脏这个水泵最远。一旦水管中间有了淤堵，最远端的地方自然就最先缺血缺氧。所以这手脚发麻，其实是咱们身体在拉响警报，是在向您大声求救。面对这个求救信号，普通人和顶级智者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在这里，咱们不得不提到李嘉诚先生在商界纵横几十年的一个核心思维，叫做危机前置。这话听起来有点高深，其实道理特别朴素，特别接地气。李先生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在太阳高挂的时候去修屋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天晴的时候，您别光顾着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您得赶紧搬个梯子去看看房顶哪儿漏风，哪儿缺瓦，赶紧把它补好。身体就像老房子，手脚发麻就是漏风的窗框。聪明人从不会等暴雨来了才想起来补漏。在历次的经济大风暴中，当所有人都在疯狂追逐高风险利润的时候，李先生总是悄悄留足了现金。别人笑他过于保守，可结果风暴一到，多少大企业资金链断裂倒闭了，他却能安然度过。这不是因为他能掐会算，而是因为他有在好日子里做坏打算的纪律。做生意是这样，咱们中老年人保养身体更的是这样。很多人对待健康的态度就是典型的等下雨了再找伞，手脚发麻的时候不当回事，非得等到哪天突然头晕目眩，甚至半身不遂了，才慌慌张张的往医院急诊室跑。到了那时候，花钱如流水不说，老人家自己遭罪，儿女也得跟着受拖累。一场大病下来，不仅家底掏空了，人生的尊严往往也被折腾没了。您想想，如果您真的因为忽略了这些小毛病，最后酿成了大血栓，那才是给儿女添了天大的麻烦。如果咱们能学学这种危机前置的智慧，在健康危机还只是一丝发麻的微风时，就果断出手干预，那咱们就能用最小的代价，换来晚年最大的安稳。管住嘴，留意身体的小变化，不贪图一时的省事，这就是咱们普通人的健康纪律。那么这漏风的屋顶该怎么修？这堵塞的老水管该怎么通呢？咱们肯定不能天天吃那些活血化瘀的猛药，那是治病救急的，不是日常养生的。老百姓最踏实、最安全的通管神器，其实就藏在咱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里。私人医生之所以强烈建议中老年人一定要吃胡萝卜，不仅因为它是打底的好水泥，更因为它有一位绝佳的黄金搭档黑木耳。这两样东西一旦碰在一起，就像是给咱们的血管请来了一支专业的保洁小分队，搭配在一起才能事半功倍。胡萝卜负责滋养，黑木耳负责清扫，这一红一黑的巧妙搭配，到底是怎么在咱们的血管里上演一场温和的大扫除的？咱们老人在家又该怎么做这道菜，才能既不伤脾胃，又把营养全都吸收进去？这正是咱们接下来要为您详细拆解的平价养生绝招。刚才咱们说到，面对血管里日积月累的泥沙和随时可能敲门的血栓隐患，光靠胡萝卜去修补这所老房子是远远不够的。咱们还需要一把趁手的大扫帚，来给老旧的血管做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。这把扫帚就是咱们厨房里最不起眼的干货，也是李嘉诚先生的私人医生千叮咛万嘱咐的另一样寻常食材黑木耳。医生曾经非常严肃地指出，对于那些已经存在血栓隐患或者经常感到手脚发麻的中老年人来说，千万不要迷信单一的偏方，一定要将胡萝卜和黑木耳搭配在一起食用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事半功倍的保养效果。
很多老友听到这里可能会纳闷，菜市场里那么多新鲜蔬菜，为什么首富的保健秘诀里偏偏选中了这黑乎乎、干巴巴的木耳呢？咱们还是用打扫卫生的例子来给您讲透彻。您平时在家里扫地就一定有经验，如果地上全是很细小的灰尘，您用干扫帚去扫，往往会弄得满屋子飞灰，根本扫不干净。这时候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？是用一块半湿的抹布，或者在地上洒点水，那些细小的灰尘立马就被吸附住了，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。黑木耳在咱们的血管里扮演的就是这块湿抹布的角色。咱们上了年纪以后，肠道蠕动变慢了，血液也变得粘稠，血管壁上粘附着很多多余的脂质和代谢废物。黑木耳里面含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植物胶质，这东西有着极其强大的吸附力，等它顺着血液在咱们身体里溜达的时候，就像一块神奇的海绵，能把那些残留在血管壁上的垃圾一点点的吸附下来，然后顺着咱们的肠道排出体外。所以老一辈的中医把黑木耳叫做人体的清道夫，这个称呼是实至名归的。但是这时候私人医生的那个锦囊就显得尤为关键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把胡萝卜和黑木耳搭配在一起呢？只吃黑木耳难道不行吗？这就涉及到中国古老智慧中最精髓的一个词——阴阳互补。您仔细琢磨一下这一红一黑的组合，如果我们把保养身体比作经营一家公司，黑木耳就像是公司里负责清理债务、裁剪冗员的防守型干将，他负责把不好的东西清扫出去。可是如果一家公司天天只知道大扫除，不引进新的资金和人才，这公司能红火吗？肯定不行。这时候就需要胡萝卜这位负责补充营养、输送气血的进攻型干将登场了。他负责给身体打底、修补漏洞，一个负责清，一个负责补，一个做减法，把血管里的垃圾通通扫地出门，一个做加法，用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给干涸的身体注入新的生机，单打独斗不如好搭档。胡萝卜养气血，黑木耳扫垃圾，把血管打理干净了，人自然就精神了。在商业世界里，真正的顶级富豪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他们既有能带来高额利润的进攻型资产，也有能抵抗风险的防御型资产，两者相互对冲，才能在商海里屹立不倒。这和咱们老百姓的饭桌哲学简直是不谋而合。最好的养生从来都不是走极端去狂吃某一种补药，而是找到最契合的搭档，让他们在身体里打出一套完美的组合拳。那么这套组合拳咱们在家里该怎么打，才能让中老年朋友那脆弱的脾胃舒舒服服地把营养全吸收进去呢？这里面其实也有个小门道。很多老人家吃胡萝卜喜欢生吃，觉得清脆爽口，但其实胡萝卜里面的营养精华胡萝卜素，它是脂溶性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遇到油才能溶解，才能被咱们的肠胃真正吸收。如果您光是生啃，那营养基本上都白白流失了。而黑木耳呢，最大的讲究在泡发上，很多老人家图省事，一次性泡一大盆，吃不完就放好几天，千万使不得。泡发时间过长的木耳容易滋生细菌，咱们吃多少泡多少，用温水泡发个半小时左右，等它舒展开了、软和了就行。最简单的家常做法就是切点胡萝卜丝，切点木耳丝，锅里倒上一点点橄榄油或者普通的植物油，稍微下点葱花爆香，把这一红一黑下锅翻炒。油的润泽能把胡萝卜素完全激发出来，而木耳在微热的油锅里也会变得更加柔软顺滑。如果您牙口不好，那就把它们俩切成小丁，再搭配点瘦肉末，用来煮一锅热腾腾的养生粥。早晨起来或者傍晚溜达回来，
喝上这么一碗温润通透的木耳胡萝卜粥，胡萝卜在悄悄地给您的老屋子糊缝隙，黑木耳在帮您的水管做疏通，不用花大价钱，不用受罪吃苦药，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一日三餐里，您就把自己的保命本钱给存足了。这才是属于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大智慧。不过说到这里，可能有的老友会问了，既然这搭配这么神奇，那我今天晚上回家吃一大盘，明天这手脚发麻的毛病是不是就好了？如果您有这种想法，那咱们可得好好聊聊人生下半场的另一门必修课了。不管是做大生意，还是保养咱们这把老骨头，有一件极其反人性的事情挡在了99%的人面前。这件事情如果做不到，您吃再多的木耳和胡萝卜也是白搭。这究竟是一道什么难关？接下来的最后一章，咱们接着给您往下盘。刚才咱们讲到胡萝卜加上黑木耳，这一红一黑搭配在一起，就像是给咱们的血管请来了一支专业的保洁小分队。很多人听到这可能一拍大腿，赶紧去菜市场买上好几斤，恨不得今晚就吃上一大盆，指望着明天一早醒来，手脚发麻的毛病就彻底消失了。如果您真的这么想，那咱们可就犯了养生路上最致命的一个错误。在商业世界里，李嘉诚先生有一条非常著名的铁律，他从来不做5年以内就能看到最终结果的生意。他看准了一个项目，买入，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。很多年轻的商人都觉得他太慢了，总想着去赚快钱、赚热钱。但李先生说，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超人的先见之明，而是因为他拥有极度罕见的长期耐心。做生意是这样，保养咱们这把老骨头更是这样。无论是手脚发麻，还是血管里隐藏的血栓预警，都不是您昨天晚上受了点凉，今天早晨才突然冒出来的。那是您过去10年、20年因为日夜操劳、饮食不规律、缺乏保养，日积月累攒下来的旧账。既然是几十年的旧账，您怎么能指望吃1-2顿胡萝卜和黑木耳就能瞬间药到病除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凡是那些吹嘘能让您3天见效、一服就好的昂贵神药，往往都在透支您身体的根本。而真正能救命、能养人的大智慧，全都是枯燥的、漫长的、细水长流的坚持。这恰恰是很多人最难跨过的一道坎。今天吃一顿黑木耳炒胡萝卜丝很容易，难的是您能不能在接下来的5年、10年里，每周都雷打不动地吃上2-3次？能不能把这件几毛钱的小事，变成像您每天早晨洗脸刷牙一样的生活纪律？等不了的人，永远种不出参天大树。在养生这条路上，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，复利就是枯燥的坚持。您只管顺应自然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把剩下的都交给时间。时间永远会奖励那些拥有长期耐心的人。到了咱们这个年纪，很多人喜欢聚在一起比什么呢？比谁的退休金高，比谁的儿子在大城市当了高管，比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名牌大学。比来比去，心里难免会有落差，甚至会觉得焦虑。但其实当您静下心来仔细想想，这些外在的虚名真的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东西吗？李嘉诚先生哪怕身家1000亿，拥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，但他深知人心与信用是商业的资产，而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一切资产的基石。财富再多也是身外之物。这辈子走到最后，您会发现不麻烦儿女的身体才是咱手里最硬的底牌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您每个月退休金1万块，但天天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，吃喝拉撒全得靠人伺候，这钱您花得舒坦吗？相反，就算咱们每个月只有2-3千块的退休金，但咱们每天能自己溜达着去早市买把新鲜的青菜，
能顺道跟老街坊下盘棋，聊聊天。孩子们周末回来看您，您还能亲自下厨给他们炒个拿手菜。这种不给儿女添乱、活得有尊严的晚年，不就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首富吗？咱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聊的这本平价养生账。几毛钱一斤的胡萝卜是给咱身体打底的好水泥，几块钱一两的黑木耳是帮咱清扫血管垃圾的清道夫。把这两样不起眼的家常菜搭配在一起，就是预防手脚发麻、对冲血管危机的黄金搭档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大家都教我们要去追求更贵的、更稀有的东西，但我们往往忘了阳光、空气、清澈的水，还有菜篮子里带着泥土芬芳的蔬菜。这些最便宜的自然馈赠，才是支撑我们走完一生的终极资产。屏幕前的老哥哥、老姐姐们，如果您觉得今天我讲的这些大白话对您有启发，觉得这胡萝卜搭木耳的法子既省钱又实用，我特别希望您能动动手指，把嘉诚养生道的这期视频转发到您的家族群里，或者发给您最关心的老伴、老朋友。也许您的一次随手转发，就能帮他们提前发现身体的预警信号，少走很多弯路。如果您想长期收到这样实在不忽悠的健康大白话，别忘了点个赞，顺便订阅嘉诚养生道。您的每一个支持，都是我继续为您查阅资料、拆解健康智慧的最大动力。岁月悠长，身体是一所需要慢慢修补的老房子。愿咱们都能在晴天备好伞，在平淡的一日三餐里吃出红光满面的好气色，活出硬硬朗朗的好身体。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